我本是南诏国长公主。参见秦皇长公主，殿下千岁，千岁！平身！却因一场不完整的梦，隐姓埋名来到雍国，救治了奄奄一息的晋王，成为了晋王妃。却在晋王册立为太子时，被降为侧妃。大将军之女云家雪瑶将我取而代之，而我倾心相救的晋王，却对此置若罔闻。清雪，这件事的确是我对不住你，可父皇他……我不想在宫里跟你争执。哎，清雪，感情这种东西，果然不可靠。不管是男女之情，亦或救命之恩，在男人眼里都抵不过权力的分量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是这是皇上的意思。我跟太子的婚事就在下月，和太子的册立大典同一天。这是皇上给我云家的脸面。你这个侧妃啊，以后见到我要行礼，跟我说话态度要恭敬。你不是还没选婚吗？没选婚之前，你还不是太子妃。按照皇族礼节，你应该向我们家小姐行礼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和太子只是订了婚，但你尚未过门，想要我家小姐给你行礼，做梦吧你！哼！来人，掌嘴，给我把他的嘴打烂！皇上亲自赐婚的太子妃，就是这般教养和气度。也对，云将军在京城虽立足20余年，但显赫却尚不足5年。难怪云姑娘如此的粗野蛮横，才刚立了太子妃之位，就如此迫不及待来跟我炫耀。你给我掌他的嘴，主仆2人用一起打！是。欺人太甚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像你们这种仗势欺人的货色，难道不该打吗？一个小小的贱婢，竟然敢对我家小姐动手！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你放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知道小姐姐受了委屈，所以特意等在这里，想跟她致歉。可我没想到，她竟让使女打了我的人。太子殿下，这是皇上御赐的婚事，小姐姐这么做是蔑视圣命。若是让皇上知道，是你动的手，是又如何？明月，跪下来给云姑娘道歉。休想！你大概是太子殿下太过纵容你，都纵得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分尊卑。你这个贱婢，敢对太子不敬，论罪当诛。就你们这种人，也配在我们家小姐面前提尊卑，真是可笑！放肆！明月，跪下！我的婢女，没有人可以让她下跪。太子殿下，你看他们。清雪，真是我把你惯坏了吗？放屁！2年前若不是我家小姐，你早就下去见阎王了，哪还能当什么狗屁太子，娶什么太子妃？你，明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被惯坏了。我的东西只能是我一个人用，若是被别人玷污了，那我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裴子言，回府后我会给你写一份和离书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明月，我们走。真是荒唐！你这是故意威胁太子殿下吗？你明知道皇族成婚从没有和离的先例。小姐，你这3年时间真是白白浪费了，早知道当初就……明月，我并不后悔。小姐，我来这里是因为一个残缺的梦，我想知道那个不完整的梦境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今我已经知道答案，尽管结果不尽人意，但我问心无愧，就当是了了一桩心愿吧。来人，把姑的坐骑牵过来。太子殿下，萧侧妃这是在威胁你，
她一个医女，无依无靠，根本不可能跟你和离。你别被她给骗了。下！太子殿下，萧清雪，今日我受的耻辱，来日我定10倍、100倍奉还。我要你痛不欲生，生不欲死。下！小姐，清雪3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孤身来到这里。那时的晋王府沉寂萧条，没有一点人气。王府里的下人都在偷懒打盹，还有贪心的婆子偷府里的东西拿去变卖。那时候王爷卧病在床，不能自理，没人愿意上前伺候。清雪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也明白我们互相扶持，这份情谊实属难得。但你只是一介医女，能当个太子侧妃，已是皇恩浩荡。皇恩浩荡？裴子言，我从未想过要做你的王妃，更不稀罕什么侧妃。若不是2年前你亲自去御前求来一道赐婚圣旨，若非你亲口承诺这辈子绝不纳妾，我怎么会答应嫁给你？可我如今贵为太子，以后免不了……所以我不勉强你履行承诺，我们和离就行。不可能，清雪，我是绝对不会和你和离的，你想都别想。这事轮不到你来做主，你离我们家萧姐远一点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明月，你休得放肆！明月只是实话实说，你又何必恼羞成怒？清雪，3年前你病入膏肓，满朝太医束手无策，皇上已打算下旨给你准备后事，是我凭着过人的医术，硬是把你的命从阎王爷那儿抢了回来。可你是怎么对我这个救命恩人的？见利忘义，背信弃义。裴子言，你枉为人！萧清雪，我是因为在乎你，才耐心与你商议此事。太子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心意已决，我不会做你的侧妃。和离一事，也不是与你商议，我不可能做你的侧妃。我愿意自请下堂，腾出位子，让你如愿迎娶大将军之女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我和离？是。荒唐！嫁入皇族的女子，名字早已入了族谱，就没有和离的道理。清雪，如果你是想以这种方式来威胁我，不是威胁，而是通知，只需一份和离书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关系。我不同意！嫁进皇族的女子就没有和离的先例，你想都别想。你会同意的？不可理喻！小姐，无妨。男人的诺言就是放屁。当初小姐昼夜不眠给他解毒治病时，他信誓旦旦地说这辈子都不会辜负小姐。这才过去多久，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明月，女孩子家家，说话别这么粗鲁。奴婢就是气不过。没关系，爱情又不是生命的全部，我就当是来体验一下。还好只是区区3年，我还年轻，还有大好时光等着我，没必要为了一个男人生气。小姐想得开，奴婢是挺高兴的，但只要一想到裴子眼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就……他现在得到的一切，都是我给他的。我走之前，会把这一切都收回。小姐说得对，奴婢这就去收拾。裴子言，辜负真心的人，注定要一无所有。东西必须全带走，不能便宜那姓裴的。小姐，金银细软我已经全部收拾完了。带走我们自己的东西就行，属于王府的一个都别拿。知道，小姐。云峰，参见小姐。小姐有何吩咐？今晚就把这封信送出去。
裴子言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你讨回来。老奴见过王妃。何事？德安长公主差人来拿药，说王妃上次给她开的汤药已经吃完了。你去回复长公主府的下人，就说我家小姐今天心情不好，配不了药。王妃，按明月说的去做吧。就说我正在跟晋王闹和离，没有心情配药。若长公主能为我求来一份和离书，我必定双手将药方奉上，让她不必再有求于人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闹和离了呢？去吧。王妃。周嬷嬷，你只管照我家小姐说的去做，其余事儿与你无关，别瞎操心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回复长公主府。王妃除了让你回去长公主府，还说了什么？王妃说，如果长公主急着用药，就跟您讨要一份和离书。如果有了这份和离书，她愿意把药方奉上，让长公主不再受制于人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滚！萧清雪，你明知道我需要长公主府的庇护，你明知道我需要长公主府的支持，才能坐我这东宫之位，你这是在逼我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支持，你一个小小医女，怎么在这皇城之下立足？雪瑶，说了吃饭不必等为兄，你怎么还……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我不想嫁了。胡闹！这是皇上赐的婚，你要是不嫁就是违抗圣旨。更何况，之前你不是对太子一见倾心吗？这怎么就不嫁了呢？哥，啊？太子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还有那萧清雪，他仗着太子的宠爱就欺我、辱我，根本就目中无人。萧清雪，晋王妃，她怎么你了？他让他的婢女打了小桃。小桃，你快过来，让大公子看看，看看他脸上的伤。他们为什么要打小桃？他让我给他行礼，说我就算是皇上钦定的太子妃，也永远不能越过他去。小桃就替我打抱不平，他就让他的婢女教训我的小桃。哥，他那哪是打小桃啊，他那就是打我，打我们云家的脸。那太子呢？他当时人在何处？他，撤！太子殿下！太子对萧清雪宠爱有加，自然是不会帮我说话的。哥，萧清雪虽是医女出身，但她有太子的宠爱，她又是个王妃，我们云家拿什么和她抗衡啊？还不如暂避锋芒。没出息！爹平时怎么跟我们说的？我们云家的儿女在外面，怎么能受别人的欺负？啊！以后别人要是敢打你，你就给我狠狠的打回去，记住了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晋王府，为兄亲自替你讨回公道。太子殿下，辅国大将军府少将军求见。把少将军请到前厅了。不必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哎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少将军深夜前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太子殿下，雪瑶被赐婚给殿下，乃是皇上的旨意。
并非我云家强求而来。侧妃就算是心有不忿，也不该纵容她的婢女欺负到雪瑶的头上来吧？今日在宫门外，他的婢女打了雪瑶的侍女，这在御林军眼中可就是侧妃打了未来太子妃，这是以下犯上，还望太子秉公处置。你想如何？臣认为，就算不杖毙那个婢女，也得罚她20板子。殿下是认为臣的原因有点不合理吗？殿下现在贵为储君，理应做众皇子和君臣的表率，府内尊卑有度，赏罚分明，方能服众。还请殿下秉公决断。少将军言之有理，此事令妹受尽了委屈。这样吧，让明月亲自给令妹道歉，这事就算先过去了。你意下如何？殿下如此处理，可还满意？臣女都听殿下的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就随姑走一趟。你们放心，若他明月不肯道歉，就任凭你们处置。殿下此话当真？自然。清雪，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，没有姑的庇护，你连你婢女都护不住。谁啊？是姑，开门。裴子言，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清雪呢？你等一下。有话快说，我家小姐不想见你。放肆！是谁让你这么跟姑说话的？一个小小的贱婢也敢对太子殿下出言不逊，我今天就带太子殿下好好的教训你。住手！大晚上擅闯本王妃的闺房，这就是你们大庸的待客之道？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丢人现眼。清雪，臣本就是粗人一个，确实不懂得什么狗屁规矩。臣眼里只知道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让你这贱婢欺负我妹妹，今天我就要让她拿命让她。云萧然，有姑在，这里容不得你放肆。的确是明月有错在先，让她跪下，给雪瑶道个歉。明月是我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们对她指手画脚。再说，先撩者贱，是云雪瑶先让她婢女对我动的手。就算被明月打死，那也是她咎由自取，与人无尤。你就是，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姑命令你，现在跪下给雪瑶道歉。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我只认我家小姐一个主子，而你屁都不是。冥顽不灵。云少将军，在，这贱婢就交给你来处理。今日我就要让他看看，这皇城之下还没有我裴子也治不了的人。臣遵命。清雪，太子殿下。将军，哥，你没事吧？魏兄没事。小清雪不就是一介医女吗？为何她身边一个小小婢女，武功竟如此高强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小姐，你下次别再这么冲动了。就他那三脚猫功夫，根本伤不了我，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搞定。你大言不惭！
我兄长乃是我们大雍朝最骁勇善战的少将军，你一个小小婢女，也肯与他相提并论？你好大的狗胆！谁要与他相提并论？别忘了，他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，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竟然会武功？废话，姑奶奶若是没有一点防身之术，如何保护我家小姐行医济世？又如何在她被人欺负时替她出一口气？我就说怎么如此嚣张跋扈，原来是有武艺傍身。但是双拳难敌四手，今日我让你插翅难逃！来人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把这个贱婢拿下！不可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！少伯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出事了！珍宝阁的掌柜拿着账单来要钱，少夫人让您和小姐赶紧回去一趟。账单？什么账单？珍宝阁的人说，小姐在他们那里赊了珠宝首饰，还有墨宝阁和绣罗阁的人，都说小姐欠他们银子。将军府大门外聚集了10几号人呢。他们不是说可以缓一缓吗？雪瑶，你真的去赊账了？哥，太子殿下被催债的找上门，看来云少将军没空留在这里为令妹出头吧？也不知道云大将军和云少将军的俸禄能否为云姑娘还债。若是不够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该不会要动用到军饷吧？你个贱婢，少在这里给我信口雌黄！云少将军这是被明月说中了心思，所以恼羞成怒吗？你少在这里给我胡言乱语！我们云家世代忠良，怎么会做出这些不忠不义之事呢？那是最好。若你们敢动用军饷，被御史知道，弹劾到皇上面前，那你们云家就等着满门抄斩吧！你这个贱人，敢污蔑我云家的名声，我现在就撕破你的脸！够了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等我们回去把事情理清楚，再来好好算账。走！哼！太子殿下，走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不跟过去看看吗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未来的太子妃。你跟顾成婚2年了，竟不知明月有这么好的身手。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呢。萧清雪，你爱过我吗？若你真的爱我，为何对我有所隐瞒？你不也对我有所隐瞒吗？你早就知道皇上会把云雪瑶许给你做太子妃，可你却只字未提。更何况，若不是对你有所隐瞒，又怎会知道你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？萧清雪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小小的医女，婢女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，就连骁勇善战的云萧然都打不过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哎呀，这真不少啊！你看这，你说这，云姑娘，您在珍宝阁赊的头面首饰，加上手镯和项圈，一共欠了23000两银子，您什么时候还呀？啊？您在绣罗阁买了3420两，30给。云姑娘，在墨宝阁订的砚台1800两啊！你哥，你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？这么多钱？我给皇后娘娘买了一套头面，太后寿诞时我送了一扇白玉屏风，玉镯给我自己买的。那可是23000两。哎，送给太后和皇后的，自然得选最好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好，砚台呢？您平常还喜欢写字啊？那是买给太子殿下的，
现在就放在你的房间里面，还没有送出去呢。哎呦，少将军，主要是呢，云姑娘赊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也毫无办法呀。还要请少将军替舍妹把这个账先给还清了吧，小的回去要跟东家交代，不是？是啊，我们都是小本生意，比不上将军府财大气粗，还请少将军不要为难我们。是的，舍妹在几家掌柜的账台赊账的事，我之前确实不知情。这么一大笔银子数目，一时半会儿凑不齐。这样吧，几位掌柜的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凑齐。3天之内我凑够银钱，如数奉还，一定不让各位掌柜为难。怎么样？行，3日就3日，还请少将军遵守承诺。3日内要是看不到钱，那我们就拿着账本去府衙告状了。一言为定。只不过在下还有个问题，还请3位掌柜不吝解答一下。之前舍妹跟我讲，你们给她留的期限是2个月，为何今日像突然约好了似的，一起上门要债呢？或者说，背后有人教唆呀？哎呦，少将军，您说笑了，我们从未给云姑娘设定2个月期限，只是云姑娘一味的说会尽快的把银两给我们送过来。可是我们左等右等，等了大半个月了，始终不见云姑娘的身影啊！迫于无奈，今日只好登门讨债。若有叨扰之处，还望少将军海涵啊！对了，今日就不打扰了，告辞，告辞啊！走，告辞。来人！少将军，去给我查！我要知道这3个掌柜背后东家是谁，近几日他们跟谁接触的比较近。属下遵命。哥，你是说他们是被人唆使来的？可我素里跟人无冤无仇的。萧清雪，该不会是他吧？不可能，萧清雪只是一个小小医女，就算当了王妃，也不过才短短2年，又怎么能让3个藏宝阁掌柜为她所用呢？这3个藏宝阁在这皇城下屹立如此之久，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。可我平日里跟别人也没仇啊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问你，这些账，你准备怎么评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哥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不如……不行，最近边关战事本就吃紧，军饷空缺，户部的那帮人天天跟我说国库空缺。我如果这个时候拿出大笔银子给你解决债务，你让户部那些人怎么说我啊？你让皇上怎么说我？难道你是想给我们云家带上一个私吞军饷的罪名？这样，把你那些珍贵的珠宝首饰都拿去典当吧。最近刚被赐封成太子妃，这个风口浪尖不宜出现差错。如若出现问题，到时候被御史弹劾，惹怒圣明，你这太子妃可就没得当喽。可我本来首饰就不多，你还要我去典当，那我以后带什么呀？到时候那些世家闺女嘲笑我又如何应对？你不能这么说呀！我可是未来太子妃，我手里要是没有一点私房钱傍身，那我以后去东宫如何打点下人？如何能让他们心甘情愿为我做事？哥，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？你这话怎么说的？到时候你嫁入东宫的时候，我们云家难道就不给你准备嫁妆吗？今日咱们家连几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，他日待我出阁，家里又能给我准备多少嫁妆？我不管，那些首饰我一个都不会去当的，我一个都不会给他们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雪瑶前脚刚跟萧清雪结下梁子，后脚这3阁的掌柜就上门来要债，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……小姐，一会儿你去见皇后娘娘，能带上我吗？皇后娘娘只召见我一人，你就在外面等我吧。我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更何况，我想趁此机会
向皇后娘娘禀明，我想跟裴子妍和离的决心。但愿皇后娘娘能看在我救过裴子妍，这些年又尽心尽力为她谋划的份上，赐我们和离。我看未必，皇后娘娘和那姓裴的毕竟是亲母子，肯定会向着她的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晋王妃到。臣妾拜见皇后娘娘，祝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不必多礼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上赐婚的事，想必你们都知道了。太子能有你们2位贤内助，是他的福气。从今往后，你雪瑶便好好的辅佐太子。本宫相信你们定能相处得很好。皇后娘娘，恐怕小姐姐她不愿意与我一起做这个贤内助。怎么会？清雪向来知进退识大体，断不会对你不满。清雪，你说是吧？皇后娘娘，太子的贤内助有云姑娘一人足矣。清雪斗胆，求皇后娘娘赐我和太子和离。和离书也已经备好了，求皇后娘娘成全。萧清雪，你别开玩笑。皇后娘娘，我就说吧，王妃她不愿意从正妃降为侧妃，故意用和离之事来要挟太子。这下您总相信了吧？云姑娘不必以己夺人，我还不屑于用这种威胁手段。清雪，本宫知道，从正妃降为太子侧妃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是太子以后是要做一国之君的，这太子妃的身份必须显赫，方能执掌后宫。而且以你的出身，侧妃的位置也不算辱没你。子妍如今贵为太子，你以后要执掌内院，做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千万别学那些小家子气，动不动就争风吃醋，贻笑大方。是否女子成亲后，不管是提出什么要求，都会被认为是争风吃醋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当年我治好太子，皇后娘娘曾许我一个承诺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本宫自然记得。我想请皇后娘娘履行这个承诺，请皇后娘娘让太子殿下签下这份和离书，或者让皇上下旨赐我们和离。你，清雪，你向来明事理，又何故为难本宫？清雪并非有意为难，只是想请皇后娘娘兑现当年的承诺，还我自由身。你应当知道，大雍自开朝以来，便没有皇族和离的先例。是没有这个先例，所以我想恳请皇后娘娘履行承诺，为我打破这个先例。不可能，萧清雪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若皇后不答应，我也不强求。但我想跟皇后娘娘打个赌，不出10日，皇后娘娘定主动提出，让我跟太子和离。萧清雪，你什么意思？本宫知你医术精湛，但医术是用来救人，不是用来害人的。你最好……皇后娘娘误会了，只要旁人不来对付我，我绝不轻易用毒。我说的10日之约，与医术无关。萧清雪，你少在那儿故弄玄虚。什么10日之约？我看你就是想要挟皇后娘娘。云姑娘与其有闲工夫在这里管别人的闲事，倒不如赶紧回府，想着怎么凑钱还债。什么债？皇后娘娘，您别听她胡说八道，她就是想挑拨离间。云姑娘欠珍宝阁23000两，其中5800两是上个月送给太后的寿辰礼物，另外4600两用来定制了一套黄金头面，在半个月前送给了皇后娘娘，剩余1万余两是云姑娘给自己置办的首饰。说起来，皇上还真是给太子选了一个出身显赫的太子妃。
这豪掷千金的模样，实在让清雪望尘莫及。只不过，这银子要是还不上，只怕会让天下人笑话，损了皇家的颜面。清雪所说的可都是真的，你为何会买这么多昂贵的首饰？我就是不想被其他贵女给比下去。这下贵女们的首饰，至多不过几百两，70两银子已经能买到上品。你居然花了1万多两！哎呀，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到！娘娘息怒。儿臣刚下朝，便来给母后请安。母后这是怎么了？母后这是怎么了？可是我身体不适。问你的准太子妃，奢靡成性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就算将云大将军和云少将军1年的俸禄加起来，都不够他花的。雪瑶，你这样让本宫如何能放心将皇宫内院交给你来执掌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着给皇后娘娘和太后娘娘送礼，那肯定是要送最好的呀。我根本就没想过价格。你的意思，这2万多两都是给我跟太后花的了？你别忘了，有1万多两可都是花给你自己的。都怪你，若不是你说出来，皇后娘娘怎么会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具体欠了多少钱？难道那些掌柜都是你叫来的？清雪，你……云姑娘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个小小医女，又怎能让这京城最赚钱的3阁掌柜为我所用？我不过是未卜先知罢了。清雪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我夫妻本是一体，理应坦诚相待啊！萧金雪，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你表面上看上去是想要与太子和离，实际上你就是想挑拨我与太子之间的关系。你简直可怕至极！随你怎么想。皇后娘娘，接下来10日，我不会再来给您请安。下一次见面之时，就是我拿到和离书之日。下一次见面之时，就是我拿到和离书之日。清雪，母后，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你们私底下达成了什么协议？当年清雪将你治好，本宫曾许他一个承诺，今日他拿着和离书前来，求本宫做主，让你们和离，只当是兑现当年那个承诺。这怎么可能？母后，我是不会和他和离的，更何况我们皇室也没有和离的先例。你说的这些本宫都懂，所以本宫已将和离书撕了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清雪跟本宫打赌，说10日内，本宫必定主动让你们俩和离。荒唐！他这是想要干什么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问清楚。哎，紫妍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你等等我！皇上还真是给太子挑了个好太子妃，奢靡成性，不识大体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太子殿下昔日身子骨不好，长期卧床，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，只能通过与将军府的联姻，这样来取得他们的支持。否则储位不稳，那地位就更不用想了。你都能想通的事，为何清雪却偏偏想不明白？她当年能不眠不休地为太子治病，为何如今却不能体谅他一下呢？可能正是因为太喜欢，所以眼里才会容不得沙子吧。皇后娘娘，您不必太担心，侧妃出身低微，能嫁入皇家已经是对她的恩惠。太子殿下好好哄哄便是，若实在哄不好，大不了禁个足，等太子大婚入主东宫，木已成舟，侧妃自然也就能接受这事实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希望清雪能明白本宫的苦心。
清雪，清雪，清雪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跟母后打的那个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你等等我。你的未婚妻来找你了，太子殿下还是先安抚她吧。萧清雪，你在皇后娘娘那儿告我的状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跑什么？够了，雪瑶，休得放肆！太子殿下，你要跟我算什么账？珍宝阁的那点账还不够你算吗？你给我住口！雪瑶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这又打了一下，你看这成何体统啊！清雪，这是在宫里干什么？既然知道是在宫里，那就请太子殿下管好你的准太子妃。他若是嘴巴继续不干不净，别怪我让他尝尝说不出话的滋味。同样的话，我不会再说第二遍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小姐，王妃，长公主有话跟你说，请吧。长公主，你让人给本宫带话，说要跟太子和离，你这是威胁太子，还是在要挟本宫？又或者，你真的一心想跟太子和离？自是后者。只要长公主能让裴子言在和离书上签字，我保证即刻将药方奉上，让长公主不必再受制于人。太子虽尊称本宫一声姑姑，但他毕竟是我们大雍的储君，位高权重，岂是本宫一句话就能左右得了的？你这分明是强人所难。长公主还记得我们2年前的约定吗？当然记得，2年前本宫疾病缠身，多亏了你出手，方能保住一条性命。你什么赏赐都不要，只求本宫能多留珊珊2年，别太快将她嫁给定国公府的小侯爷。本宫自然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定国公与贤妃兄妹情深，是贤妃之子瑞王问楚的一大助力。若是定国公府与长公主府联姻，必定会对太子造成威胁。裴子言尚未坐稳太子之位，若那时长公主府与定国公府联姻，在你眼里，本宫是那种算计亲生女儿的小人？珊珊郡主是长公主唯一的女儿，谁人不知长公主对她疼爱有加？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只要郡主开口，长公主也会想法子给她摘下。你倒是会说话。罢了，女大不中留，珊珊迟早要嫁人。等我回府后，就让小侯爷上门提亲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动的手，没想到你下手还挺狠的。长公主说笑了，若无其他事，清雪先行告退。去吧。太子，姑姑，清雪四海行医，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这皇城枯燥乏味的日子不适合他。你给他一份和离书，放他自由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太子，本宫不是在跟你商议，别忘了你与将军府联姻的目的。只要你答应给清雪一份和离书，本宫向你保证，你的储位无人能撼动，就算日后登上帝位，也能稳如磐石。可如果你不愿意，本宫回去就把定国公府小侯爷与珊珊的亲事定下。你该知道，若定国公府与长公主府联姻，对你意味着什么？姑姑，定国公与贤妃娘娘兄妹情深，对贤妃之子瑞王更是宠爱有加。若定国公府与长公主府联姻，
因为这瑞王又多了一个可以问鼎帝位的筹码。如今你虽贵为太子，但一日未登帝位，你这太子之位也坐不稳。姑姑，你这是在强人所难。并非本宫有意为难你，只是本宫的身体也挺重要的，你觉得呢？子言，你为了这太子之位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姑姑都看在眼里，别为了儿女私情断送你辛苦得来的半壁江山。姑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回府。小姐，你尝尝。清雪，清雪，如果我说我并不喜欢云雪瑶，与她成亲只是权宜之计，就算她入主东宫，你的待遇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你还会跟我和离吗？裴子言，你这是突然意识到了危机，所以来跟我谈判？德安长公主跟你说了什么吧？让我猜猜，有关跟定国公府的联姻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我给她治病的调剂。清雪，我竟不知你私底下里为我做了这么多。你放心，我在这里向你保证，等我顺利登基为帝，等我培养出属于自己的文臣武将，不再需要辅国大将军的庇佑，我就把云雪瑶给废了，让你做我的皇后，让你成为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。我家小姐才不稀罕当什么皇后，你这种唯利是图的小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心无价。我家小姐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却为了一己私利背信弃义。云雪瑶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却盘算着在利用完她之后一脚将她踹开，你真是令人感到恶心。真心无价。可如果我坐不上那个位置，别说真心了，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我是真心喜欢清雪，所以我才不顾一切的想要得到那个位子。我想和清雪白头偕老。裴子言，你别在那儿自欺欺人，你不过是打着爱情的幌子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。哼！萧清雪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跟我和离？明知故问，我家小姐早就想跟你和离了，是你一直……你给我闭嘴！萧清雪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你只是在跟我置气，对不对？你说，我跟你置什么气啊？我也不是在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我是铁了心要与你和离。放肆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和离？我跟你成亲2年无所出，视为无子，如今又因立太子妃之位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视为擅妒。今日在凤仪宫对母后不敬，视为不孝。西出之条你犯了3条，像你这种擅妒无所出还对父母不敬的女人，只配一封休书。裴子言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确实不该跟你要什么和离书，我就该直接丢下一份休书，然后带着明月远走高飞，不该在这里跟你说什么废话。就是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敢给我们家小姐休书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明月，别脏了你的手。好啊，萧清雪，你真是好得很啊！你想跟我和离，想一走了之是吗？你做梦！我要把你一辈子都困在这里，就算是你死了，也只能做我裴子演的鬼。来人！太子殿下，把这双雪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派人封起来，一个人都不准放出去，违令者杀我。
无赦。是。小姐，她太过分了，我这就带你杀出去。算了，明月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好好休息，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小姐，他把我们关禁闭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？他要是一直都不肯放我们走，我们就会被一直困在这里。相信我，不出10日，他裴子言定会求着来跟我和离。到时山高水远，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德安见过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免礼，赐座。奉茶。是。好茶。这是西南进贡的玉露红螺，芽嫩香高，入口绵润回甘，是金穗新凤的贡茶。就连本宫这里也才只得几扎，德安若是喜欢，本宫便差人给你送去。无功不受禄，这茶皇后娘娘还是自己留着喝吧。本宫想跟长公主说些体己话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皇后娘娘屏退左右，是有什么秘密要跟德安分享吗？德安，本宫就不与你打哑谜了。本宫问你，珊珊的婚事不是定在明年吗？怎么突然提前了？定国公府小侯爷和珊珊两情相悦，去年就想定亲，只不过当时我觉得珊珊还小，想再留她2年，这才拖到了现在。这不赶上太子双喜临门，我就想让他俩也定亲，也好沾沾太子的喜气。德安，这宫里的局势你也清楚，若长公主府在这时与帝国公府联姻，势必会对太子造成打击。你看你能不能？不能。不瞒皇后娘娘，珊珊与小侯爷的婚事早就该定下了，之所以一直拖着，是因为我与靖王妃的一个协议。什么？这和萧清雪有什么关系？这萧清雪对太子还真是一往情深啊，为他精心谋划，却又只字未提。唉，可惜呀。你刚才说这是你与萧清雪之间的一个协议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这些年身子一直不太爽利，女人嘛，难免有些见不得人的眼疾。正好靖王妃手里有一个药方，能帮我调理身子。她不收诊金，也不要什么好处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我能多留珊珊2年。她的心思我当然知道，甚至我愿意成人之美，支持皇兄立嫡立长。所以你突然将珊珊的婚事提前，是受了萧清雪的要挟？谈不上什么要挟，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靖王妃所求是一份和离书，而我想要的是她手里的那道药方。只要太子答应在和离书上签字，靖王妃就会将那药方给我。只要药方到手，我就会遵从约定，把珊珊的婚事延迟到明年。我相信1年的时间足以让太子坐稳储位。他要的只是一份和离书。对，就一份和离书，他别无所求。好一个别无所求！他求的哪里是份和离书？他是要言儿身败名裂，为天下而所不耻。言儿刚被立为太子，就跪求和离，让满朝文武听了如何想他？他会拿萧清雪的救命之恩来说事，让言儿扣上一个不仁不义的罪名。如此一来，言儿的太子之位还能保得住吗？萧清雪还真是好算计。就算保不住，那也是太子咎由自取。若太子没有违背诺言，怎么会有如今的局面？我言尽于此，想要长公主府继续支持太子，就拿和离书来换你，否则这太子换个人当，也不是不行。哼，你萧清雪，
后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王嬷嬷，妍儿的太子追，怕是保不住了。不会的，太子他文韬武略，样样精通，又是嫡子，这太子之位非他莫属。不，长公主已经说了，若是妍儿不与萧清雪和离，她就要与定国公府联姻。仁王本就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，若再得长公主府的支持，本宫就是不明白，妍儿哪里对不起他了？就连寻常的世家公子生3妻4妾，妍儿贵为太子，迟早都会妻妾成群。他难道指望妍儿一辈子只守住他一个人吗？真是笑话！这自古以来哪有帝王只忠于一个人？这晋王妃是医女出身，难免小家子气。依老奴看，皇后娘娘不如趁此机会，给太子赐2年侍妾，让那晋王妃看看这天下到底是谁做的主。说的没错，本宫就不信了，她一个小小的医女，能翻了天不成？小姐，你吃吧。好。哎呦，王妃啊！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！周嬷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皇后娘娘派人给太子殿下送来2名侍妾，现在人已经在门口了。毫无新意，手段拙劣。周嬷嬷，以后这种事情不用特意前来通报。那皇后想给太子送多少个妃子侍妾，都与我无关。确实不必跟他说。太子殿下，孤贵为太子，想娶多少娶多少，就算他是太子妃也管不了。他一个侧妃，又有什么资格过问？出去！太子殿下，出去！是。你也出去。做梦！我只听命于我们家小姐，至于你，少对我指指点点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以下犯上，你当真以为姑会一直容忍你吗？太子殿下大可不必容忍。明月，你先出去吧。小姐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是小姐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清雪，你爱过我吗？你现在问这种问题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姑再问你一次，你爱过我吗？应该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你当初又为什么要嫁给我？难道不是你求来的赐婚吗？当初你在大殿外跪了1天1夜，才求来圣上给你我2人赐婚，难道你都忘了？所以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爱不爱重要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也不耽误你把我从一个正妻贬为侧室，也不耽误你另娶太子妃。可自古以来，相夫教子，顺从丈夫，是一个女子的本分。裴子言，你想说什么大可以直言，不必说那么多废话。那就废话少说，姑现在就尽一尽为人夫君的责任。你也会武功？裴子言，你下作的令人觉得恶心。恶心？你竟然觉得我恶心？如果今天的你才是真实的你，那我很庆幸帮你得到了太子之位，更庆幸皇上给你选了太子妃，否则我还会被你蒙在鼓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我可是你夫君！如果你想展现你作为夫君的手段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放开我，萧清雪！你！萧清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！你竟然会武功！如果我不会武功，
今晚是不是就要被你压在床上，羞辱强迫？说男人只会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女子，那岂不是连作为男人的脊梁骨和品德都没了？裴子言，你不配成为男人，你连阴沟里的老鼠都不如。明月会武功，你也会武功，萧清雪，你真的藏得好深啊！说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温柔深情，最是容易让人失去防备。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要给自己留下足以自保的底盘，否则，岂不是会让人坠入深渊，痛不欲生？萧清雪，你一直在防着我，我难道不该防着你吗？我若不防，只怕会被你囚在这一方后院，被你折磨致死。萧清雪，你绑得了我一时，你绑得了我一世吗？你别忘了，这大雍朝姓裴，你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。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。不可能，萧清雪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只要我一天不死，你就休想离开我。你说了不算，裴子言，别说你只是个太子，就算你已经登基为帝，这件事情也由不得你说了算。我现在就给你写和离书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萧清雪，你给我说清楚！我是不会同意的，就算你写10份、100份，你那狗屁和离我都不会在上面签字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来人，来人！哎呦，哟，太子殿下，原来你好这口啊！早说嘛，我家小姐这么善良，一定能琢磨出18种花样来满足你的。你个贱婢！明月，给他松绑。小姐，难道就这么放过他？好吧，反正在小姐面前，你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来人啊！你们是死了吗？是太子殿下。扶我回宫，宣太医。是。萧清雪，和离书写了也没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。走。是。即刻派人去查大雍朝所有名门世家，有没有姓萧、会医术、流落在外3年未归的女儿，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，绝不能放过。是，殿下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胆子变大了。你是谁？故人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都起来吧。王妃呢？回禀太子殿下，王妃就在屋内，不曾出来。这都5时了，清雪还没起床。那双雪院今日可曾传膳？不曾。不对劲。清雪，清雪，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这，我问你，王妃去哪儿了？小的不知。废物！你们这么多人守着，都能让她跑了？快去看明月那个贱婢在哪儿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萧清雪，
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等我找到你，我要把你的2条腿都打断，我看你还怎么逃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何事这么慌张？府都那边传来消息，粮草筹备计划出状况了。此前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怎么会在节骨眼上出问题？那边，太子殿下，明月姑娘她也失踪了。晋王妃和那个贱婢失踪了，这是何时发生的事？给我找！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把人给我找出来！若是找不到，那就提头来见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哎，殿下，云少将军，王妃失踪一事，太子殿下请放心，臣保证，此事绝对不会有第2个人知道。你方才说，府都的粮草出了问题。是，如今南境粮草告急。之前府都范家答应会在4天之内筹备到第1批粮草，就可以送往南境边关。但就在今早传来消息，说范家家主突发疾病，昏迷不醒。范家如今无人主事，而且之前和范家合作的粮商也都涨了价格，价格涨到了如今的3倍。范家的子侄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便派人送信过来，让在下另做打算，待范家家主痊愈之后再登门赔罪。此前的粮草都是由范家负责？不全是，还有荣州的陈家，但陈家之前已经筹集过2次粮草了，就算这次愿意答应帮忙，只怕也会费些时间。可还有什么其他方法？眼下只能找最近的薛家帮忙，但薛家又在雍州，就算他们立即筹到粮草，也不可能在1个月之内把粮草送到南境边关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父亲那边还不知道粮草筹备出现了情况。若按照军中正常的粮食供给，不到1个月，大军就会陷入绝粮困境。若那时有敌军来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来只能开天下粮仓了。太子殿下，天下粮仓乃是我大雍朝最后的希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开仓啊！此事我自会跟父皇商议。殿下，你先下去吧。太子殿下，臣先告辞了。清雪刚失踪，粮草就出了状况，怎么会这么巧？清雪，这一切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不敢？我看你呀，胆子大得很。小姐，我来喽！哎呦，家乡的热包子了！哎呦，真热吃。哟，几年不见，萧姐姐还是和从前一样威风不减啊！贵客驾到，齐某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你确实有罪，装神弄鬼，还擅自将我掳走。等我见到你父亲，定要好好问他，这些年是怎么把你教得如此胆大妄为、无法无天。哎，你说吧，哪怕你说了，我会挨鞭子，我也不后悔将你掳走。那个男人对你不好，他见异思迁，胆大妄为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萧姐姐，你说你英明一世，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狗东西啊？齐大将军，还得是你，你说的太对了，那裴子眼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我都怀疑他跟我们家小姐下了蛊，否则小姐怎么会看上那种狗东西？你们2个还真是有默契。好了，都坐吧。谢谢小姐。这家乡的包子就是好吃。小姐，你也快吃。自从我们被裴子眼那个小人禁足后，就再也没吃过1顿饱饭。这次
怎么也得吃个够。就此理！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裴的，敢欺负我齐渊的心上人，我看他是不要命了！敢欺负我齐渊的心上人，我看他是不要命了！回来！齐大将军，你喜欢我们家小姐？我就说嘛，你每次看见小姐都跟猫看到耗子似的，两眼放光。要我说，你长得比那姓裴的好看，跟我们小姐又是青梅竹马，你俩若是能在一起，哼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明月，休得无礼！我与齐大将军情同姐弟，他又怎么会对我有非分之想？可是够了，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。若是被他人听了去，只怕会有损齐大将军的清誉。齐渊，你如今可有婚配？他等我回去，给你挑几个心仪的。不必了，我是心仪你没错，但我不会打扰你。此趟前来，也是奉了你兄长的命，要把你带回家。那姓裴的不是良人，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。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。哎呀，属下全听你的指令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不是重新上一桌菜，剩下的是给你们的赔偿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您慢用，属下先行告退。小姐，齐大将军这次好像气得不轻。我不说了。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就回去。啊，小姐，好不容易出来，还回去啊？我与裴子言好歹夫妻一场，就算要走，该有的告别也还是要有。更何况我也想看看他焦头烂额的模样。站住！找到了吗？去找。小姐，你看那些侍卫，像不像晋王府的人？不用管。也是，小姐马上就要跟晋王和离了，从今往后，那晋王府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。哎，小姐，你看，这不是珍宝阁吗？不如我们去看看首饰。也好，正好有阵子没见王掌柜了，有些事情想问他。站住！萧清雪，上次你在宫里当着众人打我那一巴掌，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。今天你来了正好。哟，这不是云大小姐吗？怎么今天有闲情逸致出来逛街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是来逛街的，你是来还债的，对不对？王掌柜，收钱了，云大小姐来还债啦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云大小姐，您在珍宝阁一共赊了23000两白银，请问您是还银票呢，还是？这不是辅国大将军的千金云大小姐吗？她买什么首饰，买了23000两？什么买？你没听见吗？掌柜的说啊，他是赊账，没想到这千军府的千金买个首饰还要赊账。你这个贱婢，少多管闲事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还钱了？啊，不是吧？堂堂将军之女，不会连买首饰的钱都没有吧？你这个准太子妃当的还真是寒酸。哼！你这个贱婢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打烂！你这个贱婢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打烂！是。小唐，你来啊，看看到底是谁撕烂谁的嘴！哎呦，两位有话好好说呀，莫要伤了和气啊！滚！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这个贱婢，谁也别想拦着我！王掌柜，哎呦，没事吧？
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到我们头上来，真当我们怕了你不成？我今天就要把你们一个两个全部送上西天！住手！是太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次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小姐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伤得了你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尹峰呢。更何况，以他的三脚猫功夫，还伤不了我。你，就是这个贱婢，她竟敢对我以下犯上，她竟敢对我大不敬，她……太子殿下，清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既不是大内皇宫，也不是辅国的后花园，没人规定我不能在这儿。裴子言，你管得太多了。萧侧妃好大的威风啊！不仅一再纵容这个贱婢对雪瑶不敬，还在这么多人面前信口雌黄，视太子于无物。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云少将军，这是打算给我扣上一个蔑视王法的罪名。只可惜，我有没有罪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云少将军若有这闲工夫，为令妹这点小事出头，还不如赶快想办法解决粮草筹集的问题。毕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边关的将士只有吃饱了饭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守卫好大雍的国土。你说是吗？你们说呢？你是如何知道粮草一事的？我不但知道粮草筹集出了问题，我还知道云少将军的私库有足足30万两白银，都是这几年随令尊上战场搜刮来的。就是不知道这30万两白银能否用来购买粮食，能否解一时之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来太子殿下对此事并不知情。我还以为云少将军对太子殿下忠心耿耿，肯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太子殿下，云少将军手握30万两私银，却眼睁睁看着你为粮草发愁，不知你作何感想？裴子言啊，裴子言，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好盟友。太子殿下，我一派胡言！太子殿下，你可千万不要听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挑拨离间，他想让我们云家和你产生嫌隙。到底是谁一派胡言啊？还是真有其事？派人去你云家搜查云萧然的私库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哥若是真有私房钱，他又为何让我边买首饰去还债？或许，云少将军是想让大家都以为你们云家清正廉明，两袖清风。毕竟，贪污军饷一事若是暴露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萧清雪，你信口雌黄！若是你再胡言乱语，败坏我云家名声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敢！先不说谋杀当朝王妃是死罪，有我在，你也休想动我们家小姐一根汗毛！哼，看来云少将军是不想动手了，那我们就先行告辞。明月，我们走。是，小姐。云萧然，今日之事，希望你们云家给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，姑与你妹妹的婚事就此作罢。哥，他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清雪，你是如何得知粮草筹备出现问题的？我不但知道粮草筹集出了问题，我还知道，原本答应要帮你们筹集粮草的铺都范家家主遭到了刺杀，如今昏迷不醒。你若还想打范家的主意，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眼下能帮你的，只有云萧然。只要他肯把私房钱拿出来买粮，
你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粮草运去边关。否则，一旦边关缺粮，再有别国兴兵来犯，你这个太子之位恐怕不保。萧清雪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你是如何知道粮草筹集出了问题的？还有，云霄然私库藏了30万两白银一事，你又是从何知晓？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我告诉你，我家小姐有通天的本领，这世上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。让你不好好珍惜我们家小姐，这下后悔了吧？小姐，你昨夜没休息好，肯定累了，我去给你煮个水，让你好好泡一泡。清雪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你已嫁作人妇，还彻夜未归，实在有违妇道。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从我跟你提出和离的那一刻起，你我就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之所以还愿意留在晋王府，只是为了等你心甘情愿签下和离书的那天。至于其他事，你少管。萧清雪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和离的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我是不可能跟你和离的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清雪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跟我和离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会对你好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你信我。滚开！你说的话就跟放屁一样，谁会信你？我警告你，再碰我们家小姐，我就把你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切下来泡酒。清雪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刚才不是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们筹集粮草出了问题吗？因为是我做的。你说什么？准确来说，以前供给云家的粮草，名义上是通过各大商贾筹集，实际上是我自掏腰包买的。如今我不想继续给云家提供粮草，所以不管是云家或是你，若是想要粮草，就得拿钱来买。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你一个小小医女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银两给朝廷筹集粮草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什么来历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此番不管是府都范家、荣州陈家，亦或雍州薛家，都不可能再给你们提供粮草。眼下除了云霄然那30万两私房钱，别无他选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你可以不信，但如果接下来边关大军无粮可食，你裴子嫣将会成为整个大雍的罪人，被群臣责骂，受百姓唾弃，这辈子都别想登上那至高无上的地位。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3年前我之所以会来京城给你治病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不完整的梦。什么梦？梦里一名陌生男子向我求救，可我没能救他，最后他死了。这梦持续了半年，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这名男子到底是谁，于是我把他画了下来，命人追查他的身份，最后发现我梦里的那个人竟然是你。初时我以为这可能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羁绊，于是我来了。只可惜我虽然找到了梦里的答案，但后续却没有我想象中的美好。清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出身原因，也因为性情所致，我很难对一个男人动心。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你身上究竟是哪一点吸引我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朝夕相处的情分，也有可能是出自那一点点怜悯，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。裴子嫣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萧清雪，你觉得我在知道你的身份之后，我还会放你走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你出自哪个世家大族，但我知道，你能拿出这么多银钱给朝廷提供粮草，你绝对不是什么泛泛之辈。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我有你这个人质在手，你背后的家族就会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。你说后续的故事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，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的梦圆满。我这就去跟云家商量，让云雪瑶让出太子妃之位。萧清雪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。
那我是不是应该对你感恩戴德啊？裴子言，你简直狂妄的可笑！萧清雪，我不管你背后的家族势力有多大，能出一个太子妃，已是你们家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如果你还不满足，我可以亲自去求父皇，给你们家求一个世袭的爵位。裴子言，我不稀罕当什么太子妃，对你说的爵位也不感兴趣。我只要你在这份和离书上签字。不可能，萧清雪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和离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裴子言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商量，你若不肯签，我不会逼你，但你以后可千万别后悔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是。你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皇上有旨，宣殿下即刻入宫面圣，不得有误。什么？父皇可有说因何事宣姑入宫？好像是南境传来800里加急军报，说是南诏境边突然增兵10万，恐兴兵来犯。南境此时粮草短缺，南诏边境突然增兵10万，若南诏此时兴兵来犯，岂不是我这就魔怔了？就算清雪是哪个世家大族的贵女，也没有那个能耐让南诏举兵来犯。这一切只是巧合，只是巧合。大雍的天要变了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儿臣叩见父皇，愿父皇万安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太子，你可知朕今日为何宣你入殿？恕儿臣愚昧，还请父皇指点。南境传来急报，南诏边关增兵10万，其中2万铁骑由齐渊大将军亲自率领。齐渊，南诏国那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南诏竟然派他前来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父皇，我们大雍跟南诏向来河水不犯井水，上一次战事已是15年前，他们为何突然增兵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有个好王妃。清雪，南诏增兵会和清雪有何干系啊？清雪只不过是个小小医女。南诏国的太后娘娘凤体千安久治不愈，听闻我们大雍的晋王妃医术精湛，能使人起死回生，便命人送信前来，请晋王妃前往南诏为太后娘娘诊治。南诏增兵10万，竟然是为了清雪，去南诏给他们的太后治病。太子不会是舍不得王妃吧？怎么会呢？太子身为我们大雍的储君，自是会以大局为重。说起来，我们应该庆幸南诏此次增兵只是为了求医，而不是与我们大雍开战。否则，有齐渊大将军在，加上精兵10万，我们大雍恐怕会无力回天。没想到晋王妃医术如此精湛，就连南诏国都千里迢迢前来求医，得如此贤妻，是太子，也是我们大雍的福气呀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对方是南诏国太后，身份尊贵，于情于理，晋王妃都应该去医治。太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儿臣失仪，还请父皇恕罪。此前给南境筹集的粮草出了问题，刚才突然听闻南诏增兵10万，儿臣以为是南诏图谋不轨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只是为了求医，儿臣一时松懈下来，方会失仪，还请父皇恕罪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能心系民生是好事，这次是你立功的大好机会。你与晋王妃夫妻一体，若此次晋王妃能够医治好南诏国太后的病，朕既能借此契机与南诏缔结合约，两国交好，则百姓得安，所以此事不容有失。
儿臣明白。既如此，宣晋王妃上殿。怎么还没来？这么久人呢？这晋王妃怎么还不来呀？都已经过了1个时辰了，还让皇上等这么久。这晋王妃胆子还真是越来越大了。晋王妃到。皇上，晋王妃这是知道南诏送来文书，指明要你替他们治太后的病，所以才敢在父皇面前如此放肆吗？晋王妃不会还在记恨父皇将你从正妃贬为侧妃？记，瑞王这话未免有失公允。背信弃义的人不是我，出尔反尔的人也不是我。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我，倒是冠冕堂皇。放肆！胆敢在殿上大放厥词，口出狂言，难道就不怕朕治你的罪吗？哼，这几天一直有传这晋王妃对父皇将她贬为侧妃一事有诸多不满。我原本还以为是有人故意造谣生事，如今看来并非无的放矢。晋王妃对太子虽有救命之恩，但毕竟出身低微，能作为太子侧妃已是高攀，怎能对父皇心生怨恨？这是大逆不道！够了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切，太子殿下怕是不知啊，前几日晋王妃与准太子妃不和的传言早已在坊间闹得沸沸扬扬，若不是真的，又岂会空穴来风啊？清雪，南诏国太后病重，指明要你到南诏替她看病。我知道，南诏与大庸相隔千里，让你一个女子远赴他国，实在有些为难。太子殿下，为国效力是我们大庸每一个子民的本分，你又何必解释那么多？难道晋王妃还会抗旨不成？清雪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去南诏国给他们的太后看病，我就取消与云雪瑶的婚约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妻子。此言住口！你跟云雪瑶是朕亲自赐的婚，朕金口一开，又岂有收回的道理？更何况，萧清雪不仅仅是你的王妃，她更是我们大庸朝的子民。朕的旨意容不得她拒绝。晋王妃，你即刻回去收拾，3日之后前往南诏。朕会让皇后为你挑选随行的丫鬟和随从。皇上说完了。你，我身体不适，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，还请皇上另请高明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去不了，我无法忍受长途跋涉的辛苦，更不想因为皇上的一句话就孤身前往南诏冒险。萧清雪，你放肆！胆敢违抗圣旨，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的脑袋了？我是不会去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。好，萧清雪抗旨不遵，依照律令。清雪，清雪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别再跟我置气了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你都是我裴子衍唯一的妻。稍后下了朝，我就去云家跟云雪瑶退婚。稍后就去退婚？小姐，千万别上他的当，他这人背信弃义、见利忘义，嘴里就没一句真话。对，稍后我就去云家跟云雪瑶退婚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裴子衍唯一的妻，不再会有任何人可以替代。好，我等你的诚意。清雪，你这是答应了？只要我去云家跟云雪瑶退婚，你就不再跟我闹和离，就乖乖的去南诏给他们的太后治病。太子，明知道圣旨不可违，还跟他谈什么条件？朕亲赐的婚事，岂容你说退就退？云大将军为我们大庸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？你如此对待他唯一的女儿，难道就不怕寒了云大将军的心吗？看来你做不了主。既然如此，父皇，请父皇并退左右，儿臣有要事上报。晋王妃大逆不道，对朕不敬，罚禁足。没有朕的旨意，
不得擅自离开晋王府，退朝。臣告退。这不是变相的软禁吗？凭什么呀？明月，先跟我回去。可是，小姐，放心吧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会亲自来王府求我出去。走。说吧，你有何事上报？父皇，儿臣心想，南诏国太后生病一事，是否有蹊跷？此话怎讲？清雪虽然医术精湛，但她并不是什么闻名天下的神医。南诏国是如何得知她会医术？又是怎么确定清雪一定能治好他们太后的病？你是说，治病只是一个借口？怕就怕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治病是假，攻占大雍是真。父皇试想，清雪是我们大雍朝的晋王妃，身份尊贵，又怎会抛头露面，随随便便给他人治病？清雪不答应去南诏国给他们的太后治病，那南诏就会借此发挥。我们大雍与南诏兵力悬殊，一旦对上，必死无疑。照你这么说，这是个必死的局？未必。眼下，唯有让清雪同意到南诏替他们的太后治病，方能破局。只要清雪出面，不论她能否治好他们太后的病，那都代表我们大雍的诚意。若此时他们仍向我大雍发兵，那势必会被天下人所不齿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来办，务必让萧清雪答应出使南诏，替他们的太后治病。是，儿臣定将此事办妥，绝不会让父皇费心。好，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太子殿下，臣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起来吧。是，殿下。殿下此番前来，可是为了筹集粮草一事？不是，姑是来退婚的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您刚才说的退婚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不是说笑，雪瑶，你我二人并不合适。太子殿下，这桩婚事乃是皇上所赐，满城皆知。若是您此时退了婚，那你让雪瑶怎么见人啊？以后还有哪个男子敢娶她？您这不是要毁了雪瑶吗？的确是姑对不起雪瑶。雪瑶，你放心，姑会再为你另觅一门亲事，保证让你嫁得风风光光的。我不要！你明知道我心愿你，皇上也早就给你我二人赐婚，我可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你却把我推给了别人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狠心？云少将军，云少将军，姑今日来，只是口头上退婚。你放心，这门婚事是父皇亲赐的，没有人可以违背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此事牵连甚广，姑实在不便多言。你放心。姑的太子妃，只能是雪瑶一人。臣方才一时失态，还请殿下宽恕。太子殿下请放心，筹集粮草一事，臣一定负责到底，哪怕是砸锅卖铁，臣也一定安全护送到边关。好，此事让你云家受尽委屈，但是你放心，姑一定会对雪瑶加倍的好。有殿下这句话，臣哪怕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此事，姑实在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知晓。
太子殿下还请放心，臣一定守口如瓶，当然也会看住雪瑶，不让她出门在外生事。好，孤还有要事在身，先告辞了。太子殿下，您请慢走。你输了。啊！我怎么又输了？小姐，还是你厉害，就算是10个我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你这个马屁精！清雪，清雪，再来一局。清雪，我刚才已经去云家退婚了。你退婚跟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是说，只要我跟云雪瑶退婚，你就不会跟我闹和离，也会乖乖到南诏去，给他们的太后治病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番话？从头到尾，都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耍我！是你们利用我在先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裴子言，你扪心自问，若不是南诏国来信指明要我替他们的太后治病，你怎么会低声下气的来和我说话？你们大雍皇室没一个好东西，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，还妄想我会不计前嫌，替你们出使南诏，为你们换取好名声。你们做梦！你萧清雪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奈何不了你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几天。来人！太子殿下，传国旨意，双雪院从今日起不得传下，若有违令者，杀无赦。裴子言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竟然敢克扣粮食！你，裴子言，但愿你不会后悔你今日做的决定。哼，我最后悔的，就是我平时太过于纵容你，纵得你无法无天，胆大妄为。你有一天不同意出使南诏，我都不会放你出来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你不是说你一定能劝服萧清雪出使南诏，替他们的太后治病吗？这都2天了，人呢？听说太子将晋王妃锁在房里，还不让人给她送吃的喝的，也不知她怎么样了。若是她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们该怎么向南诏国交代啊？南诏国的太后可是等着我们晋王妃救命呢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来人，把晋王妃给朕带来。皇上，皇上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南诏国大将军齐渊在城门外求见晋王妃。什么？南诏国齐渊率3000精兵前来求见晋王妃，还请打开城门，迎接我军进城。他就是齐渊，南诏鼎鼎有名的战神将军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晋王妃如今不知生死，若是晋王妃有个什么好歹，南诏会不会迁怒于我们？还请诸位再耐心等待几日。晋王妃她身子不适，实在不便舟车劳顿，待她痊愈了，我将亲自送她去南诏，让她给太后娘娘治病。今日若见不到晋王妃，我军铁骑必踏破大雍宫门，血洗城池，寸草不留。踏破宫门，血洗城池；踏破宫门，血洗城池；踏破宫门，血洗城池。
来了。云月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准备回家。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我这就去收拾东西。王妃，王妃你在哪儿啊？云大小姐来了，你这个贱奴给我让开！小姐，奴婢这次可以放开手脚了吗？当然，既然他敢找上门，那就算打死了，也与人无尤。好。萧清雪那个贱人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辱骂王妃以下犯上，本姑娘再扇你个巴掌！你这个贱婢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该打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打他！小千雪，你有本事撺掇太子跟我退婚，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？你这个心胸狭窄、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我做不得不可放。想死是吧？那我成全你！住手！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太子殿下怎么有空过来？看我和小姐活得好好的，没被你饿死，你很失望是吧？清雪，太子殿下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就是想找萧清雪问清楚，你和我的婚事明明是皇上亲赐的，他凭什么对此不满？他还要挟你与我退婚。够了！和你退婚是姑的意思，和清雪无关。把你们家小姐带回去，让云少将军好生看管。若是还有下次，姑绝不轻饶。太子殿下，你难道没有看到我脸上的伤吗？都是那个贱婢打的。你不帮我讨回公道也就算了，你还处处维护他们。你听不到姑的话吗？现在就把你家小姐带回去。是，太子殿下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你们放开我！太子殿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太子殿下！清雪，你就这般任明月胡闹？雪儿再怎么说也是辅国大将军的千金，身份尊贵。太子殿下若是想为云雪瑶讨回公道，那就请回吧。清雪，清雪，清雪，南诏使者已经到了，如今就在城门外，指明要见你啊！你随姑一起去，将他们迎进城。不去。哎，清雪，别闹脾气了，以大局为重，好吗？算我求你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求我家小姐办事，最起码也该跪下吧？明月说的对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既如此，那就跪下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裴子言，你还真是能屈能伸。这下子，你可满意了吧？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随姑去见南诏使臣。想要我随你一同去见南诏使臣，可以。你先把这封和离书誊写一遍，然后让皇上和皇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在这份和离书上盖下玉玺和凤印，再由皇后亲自拿着这份和离书来，求我跟你和离。
达不到以上任何一个条件，我都不会陪你去见南诏使臣，更不会替他们的太后治病。夫妻一场，你当真要如此逼我？清雪，我当初答应娶云雪瑶为妻，是为了能早日坐上太子之位，不让你再受他人轻视。你说我无情无义也好，过河拆桥也罢，但我和云雪瑶之间没有半点男女之情。对我来说，你是我裴子言心中唯一的妻。若我将来能够顺利登基，这皇后之位也一定是你的。裴子言，我劝你还是别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否则若南诏使臣迟迟见不到我，误以为你们有心怠慢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南诏如今在边关驻扎了10万兵马，来势汹汹。够了！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可你每次都想置我于死地。萧清雪，你的心太狠了。贼喊住嘴！明明狠心的人是他，被心气的人也是他。如今小姐不过提了个小小要求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小姐，你说那姓裴的会不会满足你说的要求？大雍皇室那么爱面子，就算是再好面子的人，也会怕死。皇后很快就会拿着和离书来求我和裴子言和离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0日。太子殿下到。如何？事情可都办妥了？父皇，齐渊率3000精兵驻扎在城门外，扬言今日若是见不到清雪，就要向我们大渊发兵。岂有此理！他们南诏简直欺人太甚。若我们大雍国库充裕，兵力强大，这又何必处处受制于人？父皇，如今唯有让清雪答应接见南诏使臣，我们大雍才能躲过一劫。可清雪她……说吧，他都提了哪些条件？清雪她要求我按照他写的和离书再誊写一番，还要父皇和母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按下玉玺和凤印，再由母后亲自把和离书给他送去，求他和离。荒唐！我大雍自开朝以来就没有皇族和离的先例，他还胆敢要求朕和皇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赐你们和离，把我们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罢了，如今情势危急，只能先答应萧清雪的要求，赐你们2人和离，这样才能让南诏尽快撤兵。父皇，我不想和清雪和离。言儿，你是大雍的太子，别只顾着儿女情长，应当以江山社稷为重。朕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可千万别让朕失望了。儿臣遵命。母后，妍儿来了，王嬷嬷，快让厨房准备些妍儿爱吃的糕点。是娘娘。母后不用了，儿臣今日来是有一事相求，求母后在这份和离书上盖下封印，再亲自把和离书送到晋王府，求清雪与儿臣和离。什么？妍儿，你是在同本宫说笑吧？母后，南诏如今兵临城下，若他们见不到清雪，就要举兵攻城。我们现在除了答应清雪的要求外，别无选择。好一个别无选择！他萧清雪何德何能？母后，请以大局为重。母后，罢了，既然太子执意如此，本宫便舍下颜面，为太子走这一趟。谢母后。父皇已命人备好凤辇仪仗，将母后护送出宫。
母后大可放心。看来皇上与太子心意已决。也罢，本宫现在就去靖王府走一趟。儿臣陪母后一起。母后，明月，把这些书也收好。好。王妃，皇后娘娘的仪仗已经到了，请王妃出去迎接。出去迎接？我家小姐正忙着呢。皇后娘娘若想见我们家小姐，就劳烦她自己走进来。若是不愿意呢，那就请皇后娘娘打道回府吧。王妃，如实转告吧。说皇后娘娘真想见我，就让她亲自过来走一趟。晋王妃好大的威风！除了皇后和太子，其他人都去院里候着吧。屋子里地方小，容不下那么多人。哎，母后，你们都在院子里候着吧，没有姑的指令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是。萧清雪，见到本宫为何不行礼？看来皇后娘娘今日是来给我下马威的吗？既如此，请回吧。放肆！萧清雪，胆敢对本宫不敬，信不信本宫治你的罪？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怕是没有搞清楚现在的形势。你们今日过来是有事相求，既是求人，就拿出求人的态度。怎么，你们有求于人，还要我家小姐三跪九叩的迎接你吗？简直就是笑话！你这个贱婢，你……母后，母后，和离一时，不容有失，还望母后以大局为重。好，来人，把太子誊写好的和离书拿过来，请晋王妃签字。从此他们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请王妃过目。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和离书上子言的名字、本宫的凤印，还有皇上的玉玺，一应俱全，全都按照你的要求做足了。你收到以后，别再为难我们，乖乖的去南诏给他们的太后治病。皇后娘娘就是这样求人的吗？清雪，你难道要母后低声下气的跪下来求你不成？母后毕竟是一国之后，身份尊贵。不过是一国之后有什么尊贵的？哪怕他对我们家小姐三跪九叩，我家小姐她绝对受得起。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母后，把你降为侧妃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本宫求你，答应跟子言和离，随南诏使臣一同去南诏，替他们的太后治病，还两国边关，还百姓一个安宁。明月，备笔墨。是，小姐。收好。是，小姐。哼。多谢皇后娘娘的和离书。哼。裴子言，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复相见。清雪，你走快一些，南诏使者已经等很久了。若是让南诏使臣误以为是我们大庸有意怠慢，太子殿下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只要我家小姐一出现，保管让那些南诏使臣都乖乖听话，俯首称臣。明月，一会儿在南诏使者面前最好收敛一点。若你再这般肆意妄为，口无遮拦，吾就算贵为大庸太子，也救不了你。天塌下来自有我家小姐撑着，就不劳烦太子殿下费心了。你，清雪，你难道就不管管他吗？他要是再这般肆意妄为、口无遮拦，怕是会触怒南诏使臣的。我倒是觉得明月这般真性情，难能可贵，比那些见利忘义、背信弃义的小人
好多了。太子殿下，晋王妃，你可算来了。大人说错了，我家小姐已经跟太子殿下和离，以后你们见到我家小姐，可不准再叫她什么晋王妃。是，那老臣就叫您萧大夫。萧大夫，你可真是让我们好等。你可知南诏使臣已经在城门外等了足足有3个时辰，若因你一人害得南诏迁怒大雍，我问你，这罪名你担得起吗？你们求我家小姐办事，态度还这么嚣张！你们大雍皇室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！你个贱婢，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，信不信我？够了！眼下当务之急是让南诏使臣见到庆，见到萧大夫，再把他们迎进城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参见齐皇长公主，殿下千岁千岁！参见齐皇长公主，殿下千岁千岁！平身！南诏众将士听令，即刻随本宫一同入宫觐见大雍皇帝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遵命。还请太子殿下将城门打开，引我南诏将士入城。你是南诏国长公主？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只是一个小小医女。本宫确实是南诏国长公主萧齐皇，如假包换。你为何？那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若父皇知道你是南诏国长公主，就不会给我和云雪儿2人赐婚，更不会将她立为太子妃。我们又怎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？怎么，太子殿下真是后悔了？清雪，你明知道我最爱的人只有你一个，只是父皇的旨意我不得不从啊。但如今好了，你是南诏国长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再也不会有人觉得你配不上我。走，我们这就入宫面上，让父皇为你我2人赐婚。今后我要将你风风光光的娶进门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裴子衍唯一的妻，是我们大雍唯一的太子妃。你少在这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。当初你以为我家小姐无权无势，对她弃若敝履，现在知道她身份尊贵，又对她纠缠不清，还真是让人作呕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清雪，姑对你一往情深，和你和离也并非姑所愿。与你和离的那一刻起，姑就开始后悔了。你后悔的不是失去我，而是失去了本该属于你的筹码。若我还留在你身边，有我南诏国长公主的身份，你必能坐稳这太子之位。我说的对吗？裴子言，你这副算计的嘴脸，真是叫人恶心。姑竟不知姑在你心中是如此不堪，但是没关系，今后姑会对你加倍的好，让你知道姑的良苦用心。走，我们这就让父皇给我们赐婚。你放开小姐！滚！明月，没事吧？裴子言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那都是你逼的。放开，放开我！
放开你的脏手！放开！萧姐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裴子眼，看到了没？齐渊大将军才是我家小姐的良配，而你屁都不是。你们是不是早就暗度陈仓？怪不得你一直闹着要与我和离。萧清雪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裴子言，我与你和离，是因为你背信弃义，与他人无关。当初你许诺一辈子不纳妾，我这才会答应嫁给你。没想到，我们成亲不过2年，你就求娶云雪瑶，将我们过往的承诺通通抛诸脑后。可自古以来，哪个男人他不是3妻4妾？太子此言差矣。我倾慕长公主多时，若能娶她为妻，我此生绝不纳妾。如有违此誓言，我自愿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清雪是我的妻子，是我们大雍朝的太子妃，岂容你休想？这里没有什么太子妃，只有我们南诏国的长公主。若你再敢对长公主不敬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太子殿下，如今南诏10万精兵驻扎边境，蠢蠢欲动，你可千万要忍住。要是万一惹怒了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时候不早了，还请太子殿下把城门打开，引我南诏将士入城。本宫要亲自觐见你们大雍的皇帝，向他致谢。开城门！是。开城门！你们且在此等候，齐大将军随本宫进殿面圣。属下遵命。晋王妃到！把狗眼睁大，在你面前是南诏国长公主萧齐皇，不是什么晋王妃。再敢报错，我取你狗命！是。南诏国齐皇长公主大将军齐渊到。南诏国长公主，她怎么会来？这南诏国长公主身份尊贵，是南诏国的准地位继承人，从不轻易踏出国门。今日她怎么来了？这南诏国太后命悬一线，她为了求医，不得不来。我们大雍这次是沾了晋王妃的光，才得南诏如此礼遇。晋王妃还真是我们大雍的功臣啊！皇后，这次朕跟你都看走眼了，这萧清雪可比那云雪瑶有本事多了。只可惜她已经与太子和离，要不然这次的功劳定会落到太子头上。他若真能治好南诏国太后，也算大功一件。到时皇上再做主，立她为太子妃就是。可是这和离是他亲口提的呀。一些争宠的手段罢了，皇上且看吧。他若知道你有意立她为太子妃，他定不会拒绝，反而会感恩戴德。南诏国长公主萧齐皇，携大将军齐渊觐见大雍皇帝。齐皇长公主，你竟然是南诏国长公主！这些日子
让皇帝陛下和皇后娘娘费心了。本宫是南诏长公主，当今南诏天子的胞妹，萧齐皇。本宫隐瞒身份3年，给贵国带来诸多不便，还请诸位多多海涵。没想到南诏国的长公主竟是大渊的晋王妃，太子殿下真是好福气啊！齐渊、明月，请诸位过目。我与贵国太子裴子言已经和离，不管是以前的萧清雪，还是如今的萧齐皇，都与他裴子言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，本宫想跟诸位谈谈替贵国太子治病的诊金问题。本宫先是用了1年时间把贵国太子从鬼门关给救了回来，又用了2年时间将他的身体给调理好。这3年来，你们没给过1文钱诊金，所以本宫决定收你们大雍、南境、江齐、西归和福安3座城池，作为本宫替贵国太子治病的报酬。皇帝陛下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你3座城池，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陛下，不行，臣绝不同意。诸位先别着急，明月，把账单拿过来。本宫这里还有一份账单，想请诸位过目。从2年前起，本宫就暗中给你们大雍提供粮草，共计800余万两白银。800万，这算是800万，这样太多了。是啊，清雪，齐皇长公主，当初是你自愿给我诊治。没错，本宫确实是自愿替你治病，但自愿不意味着不收报酬。怎么？难道你们太医院的太医都不拿俸禄看病吗？这太医院给太医的俸禄也没那么高啊。你们大雍的太医怎么能跟我们的长公主相提并论？当年若不是我们长公主出手相救，你们大雍朝的太子早就没命了。如今不过是要你们3座城池作为诊金，你们也不愿意。看来你这个太子的命也不怎么值钱。嘿，长公主，早知道当年就不救他了，您亏大了。清雪，虽然你与我亦合理，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为何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6座城池，若你再继续攀扯，那本宫要的可就不止这些。萧齐皇，你欺人太甚！本宫改变主意了，本宫1座城池都不要，就要你裴子言的命！你要置我于死地？哼！难道我们这3年的情分，你都不顾了吗？长公主，不必再与他多费口舌，臣现在就把他杀了，一了百了。不要杀太子！不要杀太子！长公主，求你网开一面，别杀太子！快点说话呀！求长公主饶你一命！母后，你说话呀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真不想要命了？母后，此事您就别再插手。依儿臣看，太子就该把命赔给齐皇长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是你的兄长，你怎么能？儿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3年前，若不是齐皇长公主出手相救，太子早就该死了。长公主对他有恩，可他非但没有知恩图报，还忘恩负义，将长公主从正妃贬为了侧妃。像他这样不仁不义的小人，死不足惜。武王说的没错，父皇，依儿臣之见，应该将太子交给齐皇长公主处置。不行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一个个觊觎太子之位已久，真当本宫不知道吗？你们就是想借南诏的梢，除掉太子，对不对？本宫告诉你们，你们做梦！只要本宫活着一天，你们就没有人能伤害我的言儿。母后，齐皇长公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
冒犯了你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，免我一死。娘啊！黑子妍，你后悔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清雪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娘啊！母后，一切都是本宫的错。立云雪要为太子妃，是本宫的主意。太子原本死活不肯，是本宫以死相逼，他才不得不肯。你们夫妻一场，他的为人你最是清楚，他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。你们成亲2年，他没碰过任何一个女子，连一个侍妾都没有。萧清雪，你要怪就怪本宫吧。只要你能原谅太子，本宫就算是死也心甘情愿。母后，您别这么说，是我对不起清雪，是我违背了诺言，是我辜负了她的一片真心。若本宫今日不是南诏长公主，你们还会为过往所做的一切忏悔认错吗？父皇，儿臣以为皇后娘娘心胸狭窄，目光浅小，不配为一国之后。父皇，求父皇献废后再杀太子，给南诏长公主一个交代。你说什么？你看来你们大雍总算出了个明白人。谢齐皇长公主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若如齐皇长公主所言斩杀太子，那我大雍尊严何在？若你们不同意齐皇长公主的要求，那我们南诏就即刻出兵，不出半个月，必将你们大雍灭了。齐大将军，有什么话好商量，什么都可以谈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3年来，你们大雍皇室对齐皇长公主的态度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是你们翻脸无情，践踏我们长公主的一片真心。大裴子燕，就算是死100次，也弥补不了我们长公主曾受过的伤害。齐大将军，我大雍在兵力上虽不及南诏，但若2国交战，伤亡惨重的不仅仅是我们大雍的士兵和百姓，你们南诏也不能幸免。本将军的3000铁骑，如今就在殿外候着。虽说不能敌你们千军万马，但杀你个3、5万人马，绰绰有余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齐大将军，你们南诏兵力雄厚，但我们大雍的将士也不是泛泛之辈。若2国交战，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是吗？那今日就让你们好好瞧瞧，我们南诏与你们大雍实力到底有多悬殊。令牌到，3军听令，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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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何？你们大雍御林军对上本将的3000精兵，可有胜算？齐皇长公主，我大雍与南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此次是我大雍对不起你。若是2国交战，苦的是黎民百姓，还请齐凤长公主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我大雍愿成为南诏的附属国，从此每年向南诏进贡。只求齐皇长公主放过大雍，
饶太子不死。皇上，父皇，皇上，父皇，太子一人欠下的债，凭什么让我们所有人都替他来还？雍朝疆土从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他是属于我们大雍所有黎民百姓的。你怎么可以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将我们大雍拱手相让？你闭嘴！朕乃一国之君，这江山朕想给谁就给谁，还轮不到你来管呢。而臣早就说过，裴子言根本没资格当太子。父皇你偏偏要立他这么一个废物为储，现在更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要将我们大雍拱手让人。您可曾想过，您今日的昏聩决断，如何对得起拥戴您的黎民百姓？他日若是到了九泉之下，您又该如何面对我们裴家的列祖列宗？你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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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陛下，皇上，皇上，陛下，陛下，皇上。清雪，如果我说我愿意赎罪，愿意以行动来向你证明我的决心，你能否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长公主身份尊贵，你不配站着跟她说话。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如今的你，只配跪着跟长公主说话。言儿，清雪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她欺负我吗？从前，但凡我受到一点点伤，你都担心的起势难。可如今，裴子言，你贱不贱？你但凡还有一点骨气，都不该这般低三下四找本宫求情。你应该继续维持你高傲的姿态，毕竟你向来理直气壮，从不认为自己有错。清雪，是不是只有我死，你才肯原谅我，放过我们大雍？你动手吧，能死在你手里，我今生无悔。若还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绝不会再辜负你。不要！把他放了。为什么？他这么对你，就这么轻易放了他？长公主，你不会是对这个姓裴的还于情未了吧？本宫只是觉得，让他生不如死，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向帝后跪拜。新婚之日还敢不老实？稍安勿躁，自会有人收拾他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要是耽误了吉时，老娘饶不了你！放肆！你个贱民，竟敢对太子不敬！信不信本宫现在就治你的罪？太子？哼，什么太子？他不过是我皇荣的一个通房，负责替我们皇家开枝散叶的。哼！陛下，难道你就这样眼睁着看着他，这样亲近太子吗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办！礼成。等等，这礼还没成呢。起来！多谢齐皇长公主替我们保媒，请长公主受我们一拜。快！皇夫人客气了。皇夫人贵为大雍皇商，与太子门当户对，本宫不过是顺手替你们保媒，担不起皇夫人如此大礼。如今皇夫人觅得佳婿，除了早日与他开枝散叶，也要记得多加管教。长公主放心，一会儿回府，我就让他把3从4德全部抄写100遍，保证让他牢记于心。
皇夫人御夫有术，本宫佩服。长公主见笑了，不过是雕虫小技。长公主，若无其他事，妾身先行告退。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走！哼！哎，皇夫人别急，有件事需要太子殿下在场方能完成。长公主，这2道圣旨，皇帝陛下都已经加盖了玉玺了吧？那就宣旨吧。太子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子裴子衍行止不端，做事乖张。昔日太子之位，原系社稷所托，苍生所望。然其行德有亏，实为德不配位，非社稷之福。今罢免其太子之位，贬为庶民，以儆效尤。念其未犯滔天之罪，故不究其旧过。特赐婚于大雍皇商皇室女容，必为第10通房，钦此。谢陛下。没你们什么事了，退下吧。赶紧走。第2道圣旨也一起宣了吧。是。瑞王听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受天之命，辅理万邦，然念苍生之众，时事之变。今大雍与南诏愿结兄弟之国，常享太平。自今而后，大雍愿为南诏属国，每岁岁贡如下：昆仑暖玉1方，东海明珠5颗，万年灵芝3株，天山雪莲10朵，翡翠美玉100斤，南疆2马白匹。凡此贡品，岁岁不绝，以表诚心。今国事新定，传位瑞王，承继大统，改元初禧，是为新君。朕与皇后自今日起尊为太上皇太后，迁居净慈寺，喜新其事。自此不问朝政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皇帝陛下，从今后我们南诏与大雍便是兄弟之国，本宫愿与陛下同心协力，共创太平盛世。但愿今后边境再无战火，百姓安生，社稷长宁。瑞王，接旨吧。多谢齐皇长公主。我大雍愿以南诏为尊，此心昭昭，天地可见。愿南诏与大雍山河永气，世代同心。愿大雍与南诏山河永气，世代同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有事上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事要奏。准奏。陛下登基已半载，天下初定。如今当务之急是充盈后宫，让宗祠有继。各大世家适龄男子画像，臣等已备妥，只等陛下预览检责。如今朝政未稳，朕岂能让儿女私情扰朕心神？此事暂且搁置，容后再议。可是陛下，退朝。臣等恭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不是说了，如无要事，不得打扰。齐大将军，你擅闯宫闱，可知有罪？
末将知罪，但末将是来给陛下解忧的，还望陛下恕罪。你知道朕为何事心烦？末将斗胆，陛下是否在为选妃一事感到心烦？听闻户部尚书近日给陛下准备了好几卷画像，世家子弟、王孙贵胄一应俱全，就是这质量有些堪忧啊。国公府的小侯爷，长得五官端正，牛高马大，就是这胆子有点小，动不动就晕血。礼部侍郎家的公子，出口成章，可是最大的爱好是去醉仙楼，听诗诗姑娘弹琴，与她把酒言欢。言下之意，户部尚书给朕挑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。还有一人，此人玉树临风，武功高强，对陛下忠心耿耿。陛下若点头，末将即刻脱甲卸业，束发入宫，日日在陛下榻前成婚。喜悦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若进宫，就不能再掌兵，兵符一交，难将10年功绩归于虚无。你当真舍得？末将征战10年，为的不是军功，而是能与陛下比肩的资格。若能陪在陛下身边，哪怕只能当个暖床的面首，末将也甘之如饴。这面首也不是谁都能当的。陛下大可一试。喜悦，你这是以下犯上。末将知罪，求陛下轻罚。